本记不住，你学完了回头就忘了。天象可真有。几岁学的？哦呦，那每个学校不一样，每年都是看一样的电影，是听福建话。上一集我们来到沈阳啦，和同样也是嫁到中国的我的越南朋友们一起聊天。然而在这个国际餐桌上，还有一位俄罗斯朋友，哇，这机会也太难得了，我怎么可以放过呢？但是现场访问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还要仓促，没有问到我的心趴上了，所以后面呢，我又联系了小达妹妹，再补一些问题。大家好，我叫小达，来自俄罗斯。今天呢，今天在这里吃饭啊。我现在是行政管理的学生。读的话还有多久毕业啊？我明年就毕业了。首先我是为什么想来中国呢？因为我大概15岁的时候，我上学的时候，对这个中国的历史啊，包括音乐啊，包括什么画画之类的那种艺术品比较有感兴趣。我喜欢画那种亚洲人的脸，慢慢看这个脸嘛，我就对这个中国文化产生兴趣。因为之前古代的那些画画我挺爱看的，皇帝呀，他们的这个是叫画像吧。我是在网上突然刷到了，我看电视剧，然后同时对这个画画嘛，我觉得很好看，然后我就慢慢了解，然后对什么长城啊那些比较有名的这个叫什么建筑很感兴趣，我就特别想去中国。然后那去中国当然也学中文对吧？那就是这样，我就爱上了这个语言，然后喜欢上了这个国家。在来中国之前，你有选择其他国家作为你要留学的地方吗？有想过去其他地方吗？没有，因为当时我有2个选择，去俄罗斯学艺术，或者去中国学语言。那你的父母听到你说来中国，他们什么反应？很惊讶，因为从来也没有学过中文，所以我妈妈跟我一块来的当时。然后你就直接选择东北大学。我当时我的一个朋友，他正好想去中国留学，我当时没管哪个学校，我只是想去中国，也不了解，然后就跟他一块儿去的。当时是他选的学校。在中国生活会有哪些不习惯呢？哎呀，那很多，说实话太多了，因为这个文化吧完全不一样。当时哭的不行了。你会像我一样，我刚来中国会觉得人很多，很不习惯，你会吗？是的，因为我们俄罗斯人比较少，去比较偏的地方就没有人，但是随时都会有人，也挺好的，不会觉得无聊。有一个我喜欢的点就是中国你不会感觉饿，在我家就不是了，你饿了都关门了，很早人出去都关门了。那印象最深的是哪个？你到现在最难适应的？吃的吧，比如中国他们喜欢炒菜，我们不炒菜，我们都是煎的，什么肉饼啊，什么土豆啊，都是煎的，我们根本没有炒的。那除非什么肯德基、麦当劳，其他的都煎的。那你在东北的话，一般都怎么解决你的饮食呢？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，现在又可以了。对，我最爱吃锅包肉。我也是，我的爱吃。我也是，真的吗？是你会经常去中国的俄罗斯超市吗？对，我最近刚去的。那经常会买什么？就巧克力糖。中国的俄罗斯商店里面卖的商品真的是俄罗斯的吗？有一部分吧是中国制造，但很多我看的现在看大部分都是真的是从俄罗斯带回来的，我还觉得很便宜，因为他们可能是就是要支持俄罗斯吧，然后就合作嘛。你主要是要把握好你这个汉语水平，这个考试就行了，就可以了。你要努力就行，就一切都能解决好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要过了你会汉语的这一关之后，就很容易了吗？相当容易，对，因为你成绩要比较好的就可以了。那你最近有没有想要学雅思呢？现在这个雅思对留学生很重要，
要的。其实不仅仅是留学生，像我已经毕业多年了，最近也是在准备考雅思。在中国太久了，很久没有用英语，感觉我的英语水平都下降了不少。那雅思听说读写4部分都能学习到比较纯正的英语，作为一个目标呢，也会比较好督促自己的提升。一开始我是自学的，但这1年总是出差，拿不出来时间在线下报班，很难评估自己的学习进度啊，不知道自己是究竟哪里做得好，哪里不好。固定的教程也不能根据我的水平来调整进度。后来我尝试了百词斩雅思150小时高效提分课，它提供了丰富的解题技巧，学完之后的专项能力训练能及时的巩固知识，还能根据我在练习中的表现来分析我的弱点，进一步审查我的练习情况，并调整出学习计划，强化薄弱的环节，同时减少对已掌握的内容重复练习。百词斩雅思对历年的真题研究和总结，帮助我掌握关键考点。口语和写作部分有 AI 系统和1对1教师提供的反馈指导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想提升自己的朋友呢，可以真的试试看百词斩雅思哦。所以你现在大概花多久时间才能练到现在的程度中文？我就说有7年了。7年啊，第1年吧，你根本记不住，完全你学完了回头就忘了，过2天你就忘了。这个都是1年，整1年。但是可能是我比较笨吧。后来慢慢的，你就得从早到晚都学，这样才能。你听和读和写，你觉得哪个最难呢？说和写，听还好，写的话那肯定是最难的了。但是我写，那每天也接触不到那么多的，对吧？因为每天都用手机嘛。然后说我觉得很难，因为我的这个脑子里面都是声调，有4个音嘛。对，很难。就跟俄罗斯话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？还是完全不一样？我们有重音，比如说什么 привет 重的嘛，跟这个中文的4声一样。既然说到俄罗斯话的话，你们小时候会不会觉得弹舌很难学？5岁的孩子会觉得很难学。但是父母说，哎，你试试吧，他就突然就说出来了。就是如果他真的学不会呢？他要是真的学不会，那是少数，那只能是这样过下去，那也没事儿，那很少，大部分没有人不会。如果你要给一个刚学中文的人提意见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捷径可以跟他分享？那肯定是要找中国朋友，是你要进入这个环境里头才能学好语言的。因为你在家里，比如说你在其他国家学中文，那时间肯定是要放长一些，因为你会忘记嘛。然后你朋友的话，你比如说出去玩了，你朋友每天都说，你就记住很快了，你就下次就可以自己说了。那你想说中文的时候，你想的是俄语在翻译吗？还是直接想中文？直接想。就直接记，比如我们学那个新闻听力，我们直接用汉语记的。翻译的对，因为有的时候俄语和汉语它完全不一样，你翻译不行，直接记的汉语就完事了。还想着翻译多费劲。对，有环境还是很重要。你知道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视频，就是一个爸爸教6岁的男孩开坦克，怎么组装那个 AK 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第一次听说呢，坦克。没有 AK 枪可真有。学校的话，女生都会学，都可以学会。是几岁学的？哎呦，那每个学校不一样，我没有学过，我不感兴趣。就是他可以选择你要学或者不学的。很少有人去学这个，但是我们有这种比赛，比如说什么20秒把这个那个有速度的先组装完。对，都是在学校里面进行的。总算解答了我的疑问。那你们俄罗斯跨年的话有什么习俗是一定要的？因为我在中国没有过年，我们当天31号就会大餐，大概11点、10点、12点，就看个人想几点吃吧。然后看电影，我们每年都是看一部一样的电影，已经成为我们的好像是习惯。很多人不喜欢看这部电影，但是还是这个电视台还是播放了。然后12点之前10分钟之前，我们必须每个人、每个家庭必须听普京的话，他们讲一些什么，然后祝
大家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是大家都必须听的，是我们这个养成这个习惯了。我感觉10分钟之后就庆祝一下，很少有人放鞭炮，然后就1周时间我们就每天都吃，就看其他家人送礼什么的，没了，也没有那么热闹吧，就大部分都在家里面。那你刚刚说的每年看同一部电影是什么电影啊？它是关于新年。有一个人他是在别的城市喝多了，然后吧他就出去之后，他跟一个人他的朋友是要去其他城市看他老婆，但是这个人没有坐上飞机，他们都喝懵了，完了这个错人上飞机了，去其他城市了，他去了一个同样的街道，同样的房间，同样的房子，用同样的这个钥匙开的门，就这个一个故事，31号那一晚上发生的。那大家看它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我感觉没有。除了在沈阳，还有去过哪里呢？中国的哪个城市？其实也没有去过哪里，就是辽宁那些城市，还有厦门。厦门。对，厦门、北京，也没有去过哪儿，因为一直在学习嘛，没有太多的时间。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中国城市呢？还是最喜欢沈阳？除了沈阳，我喜欢北京，因为这2座城市都有湖泊，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地方。在东北俄罗斯人多吗？这个还行吧，挺多的，算挺多的了。因为我们这个跟东北这个气候啊，包括我这个性格，也比较相似的。会热情还是？对，冲动，知道吗？比较也不能说霸道吧，有点这个意思。气候方面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？对，就差不多，就是这边不下雪，我那边下的很大，经常下雪。所以你在这边不会穿的很厚。其实我们挺怕冷的，穿的比较多，屋里也很热，因为我感觉在中国的这个屋里没有那么热，我待的比较舒服。俄罗斯冷是哪个地方？太冷。俄罗斯是一半是欧洲，一半是亚洲，一半是北极那边的了。没看，快点要结束了。你万一想家的话，你有什么解决方案？那肯定是找我俄罗斯朋友呗，或者会说俄语的朋友。会说俄语，像小花姐。对呀，就是嘛。是你有想过你5年后会在哪里？想过，尽量在中国，要是有这个机会的话。就也没有打算要回去，目前没有这个打算。没有。为什么？中国太好了。直接告诉你。中国的男人咋样？啊？中国男人还不知道呢，再找看看吧。目前还没有啊。没有。大家朋友们，小达是 free 的啊，不是 free 是便宜，我很贵的。可以多关注我，我叫小达妹妹。你们叫我几句俄罗斯话，再见怎么说 До свидания。До свидания。До свидания。OK， 好。До свидания。До свидания。那我们下集再见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集内容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谢谢。没事儿。是吧？要没事儿。没事儿。他蹲在看那个。来，吃吧。好。